没有房贷的人太可怕了。最近网上流传一句调侃房地产的话，没有房贷的下属太可怕了。我骂他，他居然敢顶嘴。虽然知道无房无贷的人不好惹，但这2天在网上看到一个案例，还是被他们的杀伤力给震慑到了。有位95后女生在深圳买了套房，把这份喜悦分享到网上，结果评论区里几乎都是冷嘲热讽。你个房奴，真是给95后丢脸，欠了一屁股债，有什么好得意的？背负房贷算啥争气？95后不需要这种争气，等你的房子将来法拍了，希望你也能笑得出来。这位业主看完评论也非常纳闷，于是发出灵魂拷问：95后买房到底怎么了？现在的风气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我大概看了一下这位业主的情况，他的搞钱意识比较强，毕业5年后就在深圳买了房，总价300多万，首付资金没有靠家里，可以说赶超绝大部分同龄人。即便放在近些年众多深圳首套房的案例中，也是百里挑一。然而就是这么个励志故事，却成了某些人眼中的所谓笑话。我们不禁要问，年纪轻轻就负债累累成为房奴，这很丢人吗？这其实已经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了。早在10多年前，互联网上大多数人都看不起贷款买房的人，并把这些人称之为房奴。记得有句话是这样说的，没有任何人来到这个世上寒窗苦读10几年书，就为了还30年房贷。10多年过去了，当初那些大城市的房奴们很多都成了中产，有少部分人因为买房尝到了甜头后，甚至买了好几套、10几套房，这些人已经步入富人阶层。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曾经在一个演讲中说，贷款这种事我可拿手了，我超爱贷款的，我爱别人的钱，贷款让我赚了好多好多的钱。当时这个演讲现场一片爆笑，但确实说出了一个核心本质，几乎没有人能够不通过贷款而成为有钱人，拥有优质负债本身就是一种实力。我举个例子，20年前你在深圳月供2000块觉得压力山大，现在呢，啥感觉都没有。背后的真相就是这些年的通货膨胀和工资涨幅会缓解大部分的房贷压力，所以贷款在大城市买房可能是普通人这辈子能够得着的最大一笔投资，这是一个非常明智且长远的投资思维。短期来看，没有房贷的人确实活得自由自在，看起来很爽很酷，但很爽很酷的事情一般都比较有迷惑性，既想富贵又不愿意奋斗，既想财富自由又不愿努力。现实中哪里有这么多童话故事？即便有，那也是别人父辈积累下来的，别人3代的积累凭什么输给不想努力的键盘侠？千万不要成为那种恨人有笑人无的键盘侠，这种人将永远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永世不得单身。大家觉得呢？是你会贷款买房吗？欢迎评论区留言。